他觉得你 Debussy 怎么那么啰嗦，他就写那个他说这个离子型的四手联弹的曲子。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拍这个影片的第20次，所以我想跟大家表示一下，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，也很感谢你们的留言。我看的时候好像在跟你们聊天一样。我们今天谈到一个理论的很多的人啊，请问你的生活伙伴是不是也很喜欢理论呢？Satie 就是这么一个人 ，Erik Satie，他1866年到1925年生活，跟 Debussy 差不多，Debussy 比他早几年而已。他10几岁、11岁也开始在这个跟 Debussy 一样的学校念书，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是老同学，也常常交换意见啊。他的理论啊，不但是对音乐，也是对文学还有美术，所以有人说他对当时的艺术界的影响非常的大，还有音乐的各种的风格，对爵士音乐啊、现代音乐、流行音乐啊、古典音乐啊，他都要表示意见了。可是这个舆论很多的人啊，往往是对实际生活比较有问题，就是你叫别人怎么做，是很简单，但是自己做恐怕比较难一点呢。所以 Satie 他就这么一个人，他理论出来，大家都能接受，都很欢迎啊。他一下对这个理论好像不感兴趣，这个东西那么独特，怎么一下子变大众化，那就好像有问题。所以他理论常常也变来变去。不管怎么样，他的影响就很大。没有想到他的钢琴音乐就这么一首，非常受欢迎，到现在为止，那时候很受欢迎。Debussy 把它变成那个乐团的音乐，好像100多部电影啊，采用他的音乐。这个尤其是法国音乐，法国的那个电影，我们看的时候，觉得好像感情片还是什么，就扯来扯去的，搞来搞去，搞不出一个名堂，那种感觉就是没有一个结果。后来电影好像不太想看，后来又是硬把它看完，就是知道说它结果怎么样。结果呢，它没有结果，就一下子电影就结束了。奇怪，哎，那个结果呢？所以变成有一点无可奈何的这种情况。所以你们听这个音乐好像也是没头没尾的，可是也是这样很可爱。像那个电影里面扯来扯去也是扯得很可爱，那些明星也是很有性格，那个对话，都也很有意思。所以这个音乐，我不是说好坏，这个音乐很好听，只是说它有一个，它强调它追求的是一个平衡。所以我们不管是看那种爱情片啊，或者是那种风景哈、那个音乐都很好搭配。听听看。
所以这个音乐就是这样下去的。它主要的理论就是说，越简单越好，简单明了，把不要的地方都统统的去掉，不要表演技术，也不要表演什么那个很宏大的那种形式。这个音乐越简单越好。那 Debussy 还劝他说，你要注意一下那个形式。他觉得你 Debussy 怎么那么啰嗦？他就写那个，他说这个离子型的4手连弹的曲子。他后来因为那个音乐好像很难接受，你说你连那个感情都不要写进去，那感情因为太复杂啊，我们不要太复杂，我们就简单，不要感情。那谁喜欢听？到后来变成说，他东西也卖不出去，所以这个曲子好像为他自己写的，就证明说我这个新的风格啊是怎么样的一个风格，好像也是在人家讲理论的一样。那个曲子越来越短，然后他会写一些很奇怪的注解，或者是一些名字啊。他写，譬如说，官僚主义的小奏鸣曲，或者写一个，软弱的为狗写的前奏曲，还有一个写折磨。所以你说折磨有人买吗？有人弹吗？就变成说他自己一个人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面。他还教人家怎么弹呢，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。你们会找他的谱子看那个曲子，它里面有的说他会写说某个地方打开脑筋，或是把音啊藏在胃坑里面。我说这个还弹的是像那种牙疼的这个夜莺，这个你说好玩是很好玩，可是这个大家很难接受，所以后来那个人越来越孤僻。谈一下那个技巧，那个技巧并不是很难，可是你往往会碰到那种就你预料不到的和声，所以弹起来不是很顺。这个我后来写的那个指法越写越多。还有一个，它那个连线有时候很长，有时候8个小节、10几个小节都要把它连起来，这样你的力度要控制很好，才知道说哦，原来这个是一条线，这是一个连线。试试看。
这个是第一首，它总共3首。如果弹第2首，你会觉得，哎，奇怪，不是跟刚才一样，差别就一点点。我弹一小段就有。我举一个例，他理论也是说，钢琴或者音乐可以跟家具一样，就是跟家居音乐，好像桌子、椅子、地毯呢一样，那个摆在客厅里面，摆在屋子里面。那时候还没有收音机，这个想法是很新鲜的啊。所以他说，把一些音乐把它拼起来，用不同的这个东西这样把它拼起来。他没有想到这个有什么效果呀、什么内容啊、什么感情，完全没有。所以你会有感觉好像把一些音乐会拼起来的，其实会很奇怪的感觉，就是有一点无可奈何的感觉。Satie 他付的代价是蛮大的，因为他的生活是很寂寞。他失恋过一次，后来就没有什么那个女朋友啊关系。他就是那些音乐界的那些朋友啊，但是他自己因为没有机会把他的曲子出版出来，所以他很穷，我们叫他穷先生。他对自己也是蛮幽默的，很有威严的把这个角色把它演完。他说，一个艺术家，他应该生活是很有规律的啊，这其实是跟他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啊。所以他的日程应该安排得很好。他说，我现在每天在做什么，我有一个很详细的这个日程。我7点18分起床，下面是灵感的时间，从10点23分到11点47分，12点11分中餐，12点14分中餐结束，然后下面有一些对身体很好的一些活动啊，打剑啊，骑马，但是都是贵族，都是很有钱的人做的事情，他完全没办法做。晚上7点16分上菜，7点20分晚餐结束了，表示说没东西吃。10点37分上床，每一个礼拜一次，3点多钟醒来，然后从床上跳起来，都是在星期2。我呼吸很仔细，我出来散步，我压着肋骨，很坚强的往后看，所以他对自己也是这种开玩笑的那种态度，我倒是蛮佩服的。但是生活过得很穷。这个作曲家很有意思，你们可以慢慢的翻一翻书，慢慢听。他有一些音乐有点像爵士，但是是早期的，所以很有趣。那后来我就觉得说，理论可不可以少一点呢？享受这个实际的生活，这个是我的理论。